第6个迷思，不孕只会是女生的问题。没有啊，我们刚刚有这个东西怎么全部都是问题？你不用指着我，我跟你说，我的精虫检查可是很好的哦。我不想知道，因为其实男生女生都会有问题啦。对，所以像很多夫妻双方一直没有生小孩，然后那婆婆交代那个压力就很大啊。没错。你有遇过这种压力吗？当然有啊，婆婆带着夫妻2个人来，然后婆婆就是面露凶光的看着那个媳妇，然后媳妇就觉得很伤心什么的，但是做了检查，后来有时候发现，结果是男生的，所以媳妇就变趾高气扬。也没有这样子啦，对，那就是很多男生自己觉得自己 OK， 他们不想做检查，其实这样也是不太好的。对，所以其实不孕的话是双方的问题，我觉得大家如果真的遇到状况，其实大家都要一起去面对了，来找出症结点在哪边。第7个迷思，其实这个蛮常问的，试管植入之后一定要躺床，不能起来走动。当然不是啊，全部都是不是的。对啊，我都会跟我的病人说，植入完就可以走了。连躺都不用躺其实对啊。比如说大家都很害怕嘛，比如说我的胚胎会不会动来动去的，有没有？他是想说，正常会滚出来，会不会滚出来或其他状况？我的想法是这样，比如说好了，你当然说你今天在这个地方，你给一个瓶子，给一个球在那边摇动，它可能会掉出来。但比例上来说，你如果是在10几个足球场上面，一个小颗的足球，你足球场在晃动，其实球并不会太大的动静，毕竟比例大小有点差太多了。我有遇过一个病人，植入之后回家躺了2个礼拜，直到验孕。那天他来验孕，脚已经肿麻掉了吧？他肿到连鞋子都没有办法穿。那他最后是没有怀孕的。对啊。所以其实你卧床太久，其实也不是很好。对，血液循环不好，其实不会帮助胚胎着床，反而会减少胚胎的一个着床的一个环境哦。真的不要太担心，放轻松，交给我们就对了。第8个迷思，试管婴儿疗程中不可以喝咖啡，任何咖啡因东西都不行。那你答案都跟我一样，怎样？对啊，这个就是大家也是很担心的事情。对啊，那关于咖啡这个东西，因为就我们知道外国人每天一定要喝咖啡，不喝咖啡醒不过来，所以他们做了很多跟咖啡相关的研究。那上面都有说每天喝1杯是可以接受的，但重点就是那1杯有多大杯。我们用换算比较生活化的角度啦。对啊，我们以超商的部分来举例，超商部分来说，1杯大概是中杯拿铁的量。我记得之前跟台大赵教授，我跟他讨论过，他就说1天好像2杯中杯拿铁都是孕妇可行的状态，所以我觉得在怀孕的期间内，或是植入前期，大概你就抓1杯中杯拿铁，我觉得还可以，都不会过量，都不会过量哦，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哦。整间很多人问说那可不可以喝可乐或含糖饮料？这问题实在是很有趣，还会问沙应该是这样子吧？沙精可能不行，你又不是用下面喝，用下面喝。那这段可以播出吗？本来就是啊，但是重点就是含糖饮料，因为它会含糖嘛，那其实是跟血糖啊、身体健康比较有关系。所以我会觉得糖类饮料还是尽量避免的。刚刚上述的一些东西，像我们讲禁忌的东西或其他状况，我觉得不见得一定真的禁忌，反而是糖类部分真的减少摄取，因为未来会造成所谓的妊娠、糖尿病等等的风险或其他状况，我会觉得比较建议不要吃。第9个迷思，先胚植入跟所谓的冻胚植入的成功率，这个可以讨论一下。有一些的想法呢？这个问题很专业哦，因为每年我们那个国健署都会公布试管婴儿施行的成果，然后我们就发现说，冷冻胚胎植入的周期数越来越高了，而且它的怀孕率好像比鲜胚还要来得高。可能7、8年前的 paper 就有讨论过这个事情了，那时候结论是差不多，大家一定觉得很奇怪，明明就冻胚来说，胚胎被冷冻了，比新鲜的胚胎植入来说，理论上应该要怎么样？比较差。我说理论我们就用想，一个有动一个没动，但是大家可不要忘了哦，如果你用鲜胚植入的状况之下，你会打非常多的针剂，它会促进内膜没有的那么的优良于植入。什么意思呢？比方说好了，你是要怀孕的时候，我们打那么多针，我们会打那么多雌激素让整个内膜上升，但你正常怀孕其实不会那么高的状态，所以这个部分也要考虑进去。当你考虑到多项因素的时候，它那结果就会显示可能是类似差不多的状态。那我认为冷冻胚胎的一个植入的部分增加，可能也跟最近的冷冻胚胎大家越做越多的可能性也会有上升啊。对，所以我会觉得这2个可能会差不多。
有一些病人他就是不适合先胚植入，有的是可以的，所以其实你要先胚不是真的不行，那所以就是要慎选你的条件到底适不适合。那第10个迷思，天天食补吃大鱼大肉就可以养成受孕好体质。我先回答了，这绝对是错的啦。为什么是这样讲呢？毕竟我算是地中海型饮食的推广者，我很希望大家吃地中海型饮食。地中海型饮食基本上是什么呢？吃什么？大量的蔬菜、谷物类，然后用橄榄油来入菜，一周2到3次鱼类、海鲜。那红肉减少，用白肉来取代，糖类也减少。那这个状况之下就不符合大鱼大肉的状态了。但是我会觉得大鱼大肉或是养成受孕好体质来说，你不管是不是大鱼大肉，你一定要补充到正确的荷尔蒙啊，像你一些维他命 D 啊、维他命 C 和 A 之类的综合的部分，你都要适当的去补充，你才能调整的体质到最佳的状态。对啊，有时候门诊的很多女生都超瘦，其实对于这个体重的部分，我们当然知道不要过胖嘛，但是其实超瘦也不太好。对，皮下脂肪太少了，胆固醇太少，其实对于一些荷尔蒙的生成也是会不好的。所以不要过于不及这样。对，所以适当的一个身材的一个维护，我觉得很重要其实我们在于试管的迷思来说，其实有很多了，大家都会有一些很奇怪的想法或很特殊的想法。我都认为其实可以来找我们医生做讨论，可以聊看看。比如说找尤医师，他会很细心的告诉你；找我会很暖心的跟你介绍这些知识与否。因为其实备孕真的要趁早啦，不然年纪到了一把，然后你再来怀孕，真的是很辛苦。影片最后，欢迎大家来订阅茂盛医院的 YouTube 频道，可以追踪我们的粉丝专页，还有茂盛小王子粉丝专页及尤医师的粉丝专页，请大家一起来追踪哦。那我们茂盛知识家，下次见，拜拜。中野部分。木瓜没有怎么样，但木瓜有点太寒还是什么之类的。吃一口会流产吗？其实绝对不会流产，但是重点是我都跟病人讲说，你都吃没关系，但如果真的吃到，你也不用去催吐，没有那么夸张。还有苹果的苹果不会，苹果有啊，有人问我苹果啊，苹果什么都有，什么瓜都有问，只要瓜都问啊，麻油啊，麻油其实我觉得应该很多病人都问我，都说那个还好了，其实那还好。